郑凤，我们常讲，大家都说中国现在遇到什么是赤马年？赤马年什么异象会非常多，不管是乱啊、天气，结果没想到你看到这画面，真的沙尘暴来了。结果这沙尘暴来之后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它的五星旗最引以为傲，五星旗断成两截，直接被秒杀了。是没错，中国人说天垂象见吉凶啊，中国人想加一下吉凶，最在风水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你看，象征国运的国旗跟旗杆，居然硬生生被风吹断了，完蛋了！我问你，那中国人看到这，应该咪唔甘嘛，对不对？应该讲那安尼是不是你在拼一摆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想到，中国的网友居然留言说，立不起来的就该倒啦，还说什么天意不可违啊，居然在嘲讽他们自己的旗杆，嘲讽他们自己的国旗，这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有点悲催啊，因为这是桂林呀。桂林竟然发生这款代志啊！你讲除了旗杆断掉以外，边这一下，这个是沙尘暴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赤马年的天有异象，没错，雾茫茫一片的，雾茫茫一片。你看这个叫做什么？圆明园，圆明园呢？这个游客颜面喊后悔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地有沙尘暴。中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沙尘暴，整个中国都半个中国都在沙尘暴笼罩范围内。结果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掩面喊说后悔来了吗？因为呢，如果他不掩面，他张嘴就吃沙了，吃土了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再来，你看还有哪里？长城也都是黄沙。列个理由，那桂林也选长城那边最多人，因为大家要去走村嘛。对。结果今嘛去行村的人都变成什么？人体空气清新机，它的肺里面都是黄沙啊！不止长城，还有哪里？空中也出现这个问题，因为沙尘暴伴随着飓风，所以这架飞机呢，你知道它在空中摇晃，晃来晃去，差一点没办法降落。对，还好它怎么样重飞，不然就失事了。里面的旅客说：“我好像在坐海盗船呐。”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这个都不恐怖，最恐怖的是北京居然出现了蓝色的太阳。蓝色太阳，你谁把金有看过吗？没啦，我自己是没啦。那当然，他们自己官方有说明，他说这个叫做什么？真的是天有异象，怎么有蓝色的太阳？对啊，他官方是这样解释，他说因为这个叫米氏散射啦，因为红色的光谱呢被这些沙尘滤掉了，所以只有蓝色的可以经过。当然，这是他的说法，也有科学根据。好啊，不止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除了我们刚刚讲北京、长城、圆明园，连寺庙都遇到类似的状况。但都要讲大家去行村嘛，结果在北京附近的山西大同悬空寺，你看这红不会刷，这个能见度基本上快要变成跨步啊！你喜欢在卡蒙？你以为到了山印都是雾啊？不对，是卡沙，你连看都看不见。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纸箱突然间自己跑走了？那个不是灵异现象啊，那个是风熊桃啊，它有8到10级阵风这么大，还有人破挖豆啦，杀豆，所以这就危险。好，那你刚刚讲到4个字叫天成异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天成异象，刚刚这个沙尘暴，刚刚旗杆吗？没啦，我跟你讲，够啥？够火烧山啊！五台山你有听过吧？对，中国的什么佛教名山之首，上面有128座庙，全烧了，烧起来了。你民众初5去行村，行着看到一尾龙。火龙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整座山都烧起来了，所以非常的不吉利。那除了这个五台山出现这样子的问题，你看福建有一个古刹，在这个江乐县的蜡烛山，马会修干啥，跟烟囱一样。然后接下来石家庄也有大火，你知道这个大火它还跟什么有关？跟我们刚刚讲的大风有关，因为风把电线吹断了，所以就修怕会故意的像石家庄边爱周遭就修起来了。对除了有什么？有灰修，还有我们刚刚讲异象，连什么暴风雪都来了。暴风雪，南都阿公北京有沙尘暴吉林就有暴风雪哈尔滨平常下雪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它到现在才下了这1年来最大的雪，就奇怪呢。都已经到现在春节了才下这1年来最大的雪，所以呢，中央气象局它连发沙尘暴、飓风。然后寒潮，甚至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暴风雪，对，下了连续罕见下了这4个警报，天成异象。那对于中共来讲，你看连蓝色的太阳都变成连太阳都变成蓝色的了。那对于红太阳来说，中国人和太阳来说，它会不会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呢？
瑞哥，为什么我会说天有异象？因为中国从除夕到过年，真的一路怪到怎么样？天公、天气，甚至天后都不太对。这你看到这个，这是湛江的这种妈祖的这种巡游，这种神教，本来要出巡哦，一般来说不是顺顺利利的吗？我们看到画面不是顺利吗？他一直停教。哎，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么下个月呢，也是我们这个妈祖出巡的绕境的这个大日子嘛。那么广东湛江的这个湛江妈祖啊，他出巡的时候呢，你们发现他的神教上面有一个小朋友，对，有一个男生的小朋友呢。这个男生的小朋友呢，并不是神明指定的哦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神明会指定一个类似代言人的小朋友会在轿子上面。然后呢，可是啊，很奇怪的是，因为这个小朋友呢，在他家长的这个带领下呢，那么他的家长就这一次出了大概有一笔10万块的人民币办这个活动的一个家伙，一个姓许的土豪啊，那么他让这个他的儿子呢。穿着跟你没发现他儿子的衣服跟旁边都很像吗？对。然后呢，当然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，跳上去这个神教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，那如果你有这个小朋友呢，先跳上去，那么就是天意啦。那应该在这个神教上面的应该是个女生。对。这个女生已经连续7年都在这个神教担任妈祖的一个代言人啊。可是啊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那么到底我们常在讲白沙屯的神迹湛江妈祖也有他的神迹，对，什么神迹呢？你没有事先经过妈祖的同意呢，你硬干，因为你是出钱的人土豪嘛。那他儿子顺利的上去了，但没多久走了大概快一阶段了以后呢，神教突然间停下来不动，对，不动了以后，旁边的人一直敲，但是他就不动。那停了一会儿了以后呢，勉强动了，就再往前，那么一段时间了以后呢，他又不动了，他又不动，停下来，这次停得更久。那这些信徒呢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了。结果没想到走到第3个位置的时候，神教整个停下来，完全不动了。对，完全不动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那他们跋杯嘛，神明力的跋杯嘛，你知道他停在什么地方吗？他就停在过去7年马祖选定的那个代言人那个女生小朋友的家门口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怎么办？大家不敢做主啊。对。那马祖一定是生气不高兴的嘛，跋杯就先让这个小朋友，先让这个等于说小男生你可以跋杯，连续弄这种跋7、8个杯全部没杯，对，那就表示神明不高兴了，不爽了嘛。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就换这个女生的这个来跋杯。那女生的小朋友本来很生气嘛，应该是她结果被你偷龙转凤变成那个男生嘛，对，他本来不愿意，被强架着出来跋杯一杯下去有杯5杯那怎么办？他不愿意站上去的，对，他很有个性本来是我的，但是呢，你们为了10万块，对呀，那他不愿意的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这些男人就把他用架的方式，把他强制的架出他家门口，然后再把他强制的给弄上去的那个神教。对，那这个神教就同时出现了又一个女生，又一个男生，这样不断的出巡从这件事情就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在无神论的中国，对不对好像神明好像是只是傀儡他也会生气，他也有脾气的。对，如果你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，他一样发脾气，就跟我们的白沙屯妈祖一样有个性，老娘不走就是不走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